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维修电磁炉的时候，碰到这种烧保险或者是炸保险的情况，我们具体需要怎么检查与维修。这个保险损坏从外观可以看出来有两种，一种是轻微的给断开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有可能是家里边的电压不稳或者一些外部原因它引起的这个保险烧断。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直接更换保险就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保险里面都炸黑了，或者是这个玻璃管直接就炸烂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后级部分有严重的短路才会炸保险。如果这个保险炸黑了，或者是玻璃管炸烂了，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 IGBT， 这个 IGBT 肯定就烧坏了，一般的都是这样。然后再检查这个整流桥，整流桥有的会烧坏，有的它不坏。发现 IGBT 烧坏以后，我们还得需要检查这个它旁边这个18伏稳压管。像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18伏稳压管损坏以后引起这个 IGBT 烧坏，然后就把保险给憋坏了。如果炸管了，我们还得需要检查这3个电容，滤波电容和行车电容，看这电容有没有开焊虚焊的地方，如果有的话给它补焊。还有就是康通丝开焊也容易炸 IGBT， 还有就是这些电容它失效以后也会出现炸管。炸管的原因分很多种，还有的就是这个8050和8550这对管它有问题了，也容易炸管。然后烧保险，还有就是这个副电源，副电源这里有4个整流二极管，我这是拆了一个，4个整流二极管，如果二极管有问题的话，它也会烧保险、炸保险。出现炸保险这种情况，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这边有个开关电源，这个电源管理块，我已经现在把它摘下来了，已经没有了，去了。它损坏以后也会烧保险。烧保险和炸管的原因一般就这几种情况。朋友们如果还知道有别的原因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再见。螺丝生锈太严重了，怎么拆也拆不下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在拧的时候总是打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个大点的螺丝刀，然后用钳子夹住它，但是呢这样还是拧不下来。我们用钳子想要把它夹住的话也夹不住，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带劈头的螺丝刀，然后这种螺丝刀也是自带弹簧的，我们把它放到螺丝刀上面以后，用锤子给它砸几下，这样呢把螺丝震松了以后，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给拧下来。再来看这种螺丝帽已经都锈死了，我们在拆的时候，不管是用这种扳手还是用活口扳手，不管怎么拧一点都没有反应，根本拆不下来。像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拆这种螺丝让你轻松一拆就掉，不管它锈的有多死也可以把它拆下来。我们就是用点洗衣粉水加上白醋，用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松动剂给它喷上去以后，过个2分钟以后，这样呢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拆下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注意看了家里有这些东西的千万不要扔掉，比如呢就是这个废旧的手机，或者是废旧的手机电池，再或者是笔记本电脑上面的电池，或者是这种报废的充电宝，都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电池上面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让它秒变成是一个充电宝，在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用比如就这个手机电池，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看，超级简单，只要能分清上面这2个触点就行了。你看这个触点上面显示一个 B 减，就说明它是一个负极，然后这儿是个正极。我们呢需要用到一块电池，再需要用到一个充电宝里边的这个板子。如果没有这样的充电宝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花个2块钱买个这样的万能的小板也可以，只需要给它焊上2条线就可以了。正极接在正极上面，负极接在负极上面，这样接好了以后，一个充电宝就制作好了。你来看一下，我们给它充电，你看上面也是有指示灯的，充满电后呢就会变成蓝色灯。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给手机能不能充电。你来看把这儿连接上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手机上面来看一下，你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吧？如果这一块电池容量特别小的话，我们也可以用2块这样的电池给它并联起来，这样呢它的容量就大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
原来焊不锈钢的时候，我们用点这个东西，立马就可以把它焊接上，比任何助焊剂都要好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呢，直接用着焊锡丝往上面焊的话，一点也焊不上去，上面只是有一些小球球，一直打圈，它就是不往上面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不需要花钱去买任何助焊剂。我们来看，需要的东西呢就是一点这个小液体啊，我们把它先抹在这上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它有多好用。好用了以后，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啊，把这个东西给它抹在需要焊接的这东西上以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呢就开始往上面上焊锡。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你来看，仔细瞅，你看，立马很轻松就可以把焊锡焊上了。你看，原来焊锡都是个小球小球的，我们这样呢，直接就可以把它焊上了。你看，把这个焊锡再弄过来，你来看。我们只需要把烙铁往上面一压，你看，现在很轻松就把它焊上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铁丝再焊上，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先蘸点这个东西，然后再来焊接。你看啊，你看，焊个铁丝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已经凉了，我们看一下，铁丝也可以轻松的把它焊上去，非常不错，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家里经常使用的洁厕液。家里的钟表又没有电了，一年需要换很多次电池，总是换电池，实在是太麻烦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让家里的钟表以后啊再也不用换电池了。这个改装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只需要先把上面这个电池给它先拿下来，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钟表放电池的这个位置呢，给它接上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这样呢，以后家里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我们来看，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小头这边呢，我们给它剪掉以后，这个里边呢是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就行了。只需要呢稍加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需要的东西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就找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可以从一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或者其他的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接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你来看，非常简单，这个方法就这样直接给它缠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在灯珠的这一侧呢，给它结上一个小夹子，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你看，只需要在这边串联一个小灯珠，就可以让这个充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充电器都是5伏的电压，这个电池呢是1.5伏的，我们只要给它串上一个灯珠，就可以让它的电压变成1.5伏左右，这样呢这个小灯珠就可以起到一个限流降压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夹子把它夹在这个钟表的正极上面，然后这边的黑头呢我们再接一个黑色的夹子，我们把它接上，接上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看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我们把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钟表的负极上面，你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器插在电源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啊，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它亮了以后呢，就会把它的5伏的电压降成1.5伏左右，这样呢钟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这样改装以后，家里的钟表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平时家里有这种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千万不要扔掉。我们把上面这条线给它剪下来以后，接在插排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在生活当中啊非常有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插排打开以后，把这条黄色的线接在插排 N 上面，然后这条蓝色的线接在 L 上面。这2条线呢一定不要接错，接错以后呢是不能使用的。把它放进去以后，然后呢把这2条螺丝给它拧紧，拧完以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这个插排就制作好了。我们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我们先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平时我们使用角磨机或者手电钻的时候，如果家里停电了没有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插上电以后呢，打开开关，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用它来切割一个铜管来测试一下，你来看，这样呢也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铜管给它切割断，使用非常方便，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手电钻，看一下能不能钻东西。把它插上去后，然后测试一下，你看这个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再钻一个木板来测试一下，你来看，很轻松就把它钻透了，是不是？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用。把这个方法呢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
废旧的风扇里面还有个值钱的宝贝，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其实它的用处非常的大。不管是这种电脑上的小风扇，或者是电磁炉里边的风扇，我们只要把它拆开以后啊，这样用，它的价值呢，其实要比卖废品价值要高得多。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风扇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先用这种风扇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它先拆开，拆开来之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打开，把它拆出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里边的这个小东西。我们看一下，就这个上面是有4条头的这个小元件，我们呢用一个钳子把它剪下来。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型号是477A， 这是一个霍尔元件。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在上面我们先接上一个小灯珠，然后呢再接上2条电源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源线上面给它接上一节电池，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看一下这功能。你来看，这样把它接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在这边呢用一块磁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看，这样当磁铁靠近霍尔元件的时候，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当磁铁离开的时候，它就灭了；靠近它就亮了。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换成是一个报警器喇叭，然后呢把磁铁装在门框上面，这个装在门上面就可以制作一个防盗器，非常的实用，是不是？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衣服的拉链齿掉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完美的修复方法，给它修复完以后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美观，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你看这个拉链齿就是已经掉了3个，那么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呢，先从这个拉链最上端给它先取下来3个齿，最上端呢我们取下来3个呢也不影响拉链的使用，我们呢用个钳子先夹住1个齿给它先拔下来。如果有其他不穿的衣服呢，也可以从其他的拉链上面拔下来3个齿，然后呢用个针把它插入到这个拉链齿中间，把它称一下，把这个口呢给它称的稍微大一些，等会儿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一些。称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用个钳子先把这拉链这边呢给它先捏一下，捏扁了以后呢，等会儿我们在外面安装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我们呢用钳子夹入这个拉链齿，然后就这样呢斜着给它插入到这个拉链上面，使劲往上面一插，这样呢就可以安装上。把这3个齿都给它安装好了以后，然后呢需要给它调整一下位置，因为3个之间的间隙一定让它一样大小。你看这样给它调完以后，然后呢再用钳子给它捏一下，捏牢固了，最后呢再用点502胶水把这3个齿上面分别给它点胶水给它粘一下，就会变得非常的牢固。修复完以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你来看非常顺畅，是不是？而且呢修复完以后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在遥控器上面接上2条线，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解决了很多家家户户的难题。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遥控器后边的盖子打开，然后呢我们接线的时候呢把电池拿下来一节，把这条线呢我们直接这样折叠一下，给它挂在这个弹簧上面。我们来看，只需要接两条线，这条线给它接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条线接在这个电池上面，遥控器上面接一条，电池上面接一条。把这条线呢我们可以用个胶带给它粘上，固定一下，就这么简单。你来看，把这2条线就这样接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先测试，把这2条线给它接在一起，你看一下遥控器上面的字就有了，就有反应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通电了，一般都是上面的电源线断了，或者是家里的电饭锅不通电了，那么怎么检查这条线好坏呢？还有就是家里的电水壶怎么检测开锅好坏或者耦合器的好坏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了。我们先来检测这个充电器，像充电器不通电了，或者充电的时候不变绿灯了，一般都是上面的线坏了。我们来检测的时候啊，你来看，只要呢把这条线接在插头上面，另外一条线呢我们给它分别接在这个上面来测试一下。如果这样测试上边遥控器上面有这个字显示，就说明这条线它是通的。再来测另外一条，如果不显示呢，就说明这个线它是断的。这个方法呢比腕表还好用，很多人呢也没有腕表，是吧？而且呢它还可以测量开关。你来看，
我们把这开关给它先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来检测，上面只要有字就说明这开关是好的，如果没有字呢就说明这开关它就是坏的。用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台20多年前的老式的电扇，到现在还可以正常使用。你们说它质量现在好不好啊？它里边的这个风扇是铁的，这个整机它的重量比较重，可以顶现在的电风扇，估计最少能顶3个重量，特别重。我们今天就共同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电风扇是以前的质量好还是现在的质量好？我感觉是现在的电风扇质量比较好一点。为什么这样说？你可能会说不可能，现在的电风扇用1年它就坏了，它是用1年就坏了。我问他，以前就是20多年前买这台电扇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300块钱。我说在那个年代1个月工资不过也就是300块钱，买一台电扇相当于1个月工资。我们现在一般工资能达到3000块钱，如果现在也是用1个月工资来换一台电扇的话，你肯定不会买，是吧？厂家如果跟你说3000块钱买一台电扇可以给你保修60年，这样的话你肯定也不会去买的。因为啥？因为3000块钱可以买一个空调了，是吧？我们可以这样算笔账，就知道是以前的电扇好还是现在的电扇好了。你看现在买一台电扇，一般便宜的台扇啊就是50块钱一台。我们计算一下，1年我们如果用1台，就是3000块钱就可以买60台，这样就可以用60年。如果是以前的电扇呢，它质量再好，它也不可能用60年，是吧？现在的技术发展到今天，厂家是肯定能做出比以前质量更好的产品。为什么不做？是因为没有市场。电器发展到今天，已经就成为消耗品了。因为人工在涨，价格在不断的下降，所以现在的质量就一般了。电扇价格便宜了，然后消费者就可以买，这样的话，有关部门也可以收到税，厂家也可以赚到钱，维修行业也可以有活干。这样一来，就可以带动市场经济。对消费者也是不错的。同样是1个月工资，在以前1个月工资可以用电扇大概就可以用个20年，现在1个月工资可以大概用电扇可以用60年，所以说现在也是比较划算的。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么多，纯属个人观点，朋友们对电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看法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家里如果有这种废旧的充电宝，千万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要在上面给它绑上一块磁铁，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不管你的充电宝是不能充电了，或者是充上电以后呢，这个电池非常的不耐用，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都不要扔掉。我们呢只要接块磁铁就可以了。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我们来看，在给它绑磁铁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充电宝找个东西给它先撬开，先拆开上面的外壳，打开上面的盖子以后，然后呢我们把里边的这个电池给它先取下来，给它分离开，然后呢我们把电池上面的这2条线给它先焊下来。好，焊下来以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呢找2条线给它焊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接磁铁。你们看上面这条红色的线，我们给它接在这个臂夹上面，这就是接电池正极的，我们把它连接到这边。然后呢这条白色的线是它的负极，接在这个 B 减这个符号这边。你来看，就这么简单，把2条线焊好以后，然后呢我们分别在这2条线上面啊给它绑上一个小一点的这种磁铁，不需要太大，磁铁小的话会更好用一些，太大的话使用不方便。1条线上面给它绑上一个小磁铁，绑上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2条线从这个缝隙这边给它穿过来，然后把这个壳子再给它安装起来。你来看，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像平时家里的一些电子设备，假如上面的没电了，充电口坏了，没有办法给它充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给它充电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电池，都可以给它充电，只需要呢把负极，白色的负极接在电池的负极上，红色的是正极，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然后呢，我们插上充电宝的充电器，
就可以给它充电了。你们看，给它插上去以后呢，你看可以充电了，是不是？而且呢，充多少电量都可以一目了然，非常的好用，是不是这个方法？如果坏充电宝你直接扔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吃完药以后，剩下的外壳不要再扔掉了，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以后，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非常有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先把药上面这个小的铝片给它先撕下来，然后呢我们用剪刀给它剪一下，先给它剪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长条出来。你来看，大概呢我们给它剪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是个长方形的。这样给它剪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再需要一个电工胶带，给它剪下来一小块，剪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药壳上面这个铝箔纸给它放在胶带的中间。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我们把这个先放到这边，你来看，平时家里的 LED 灯非常的容易坏，它坏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快速的把这个灯给它修好。我们把它先拧在灯口上面，给它插在插排上面，打开开关，你来看这个灯它是不亮的。我们在修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把上面的外壳给它先拿下来，用这个方法修灯非常的方便又好用。你来看，像这个灯上这些灯珠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灯珠坏了，这个灯它就不亮了。找到坏的灯珠呢，首先呢就找上面有小黑点的，如果发现哪个上面有小黑点，我们把它给刮掉，把上面这层黄的东西给它刮掉以后，让它露出里边的金属壳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片这个东西啊，我们给它粘在这个灯珠上面，对准位置以后，这样给它多按压几次，让它粘得更牢固一些。你来看，这样粘好了以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你来看，这个灯立马就修好了，是不是非常的好用，是吧？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很多人用电钻给不锈钢打孔的时候啊，往往呢就是一个孔没有打透，就把钻头给烧糊了。烧糊的原因呢就是啊，它在钻的时候操作的方法不对，所以说啊很容易就把钻头给烧坏了。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头疼。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啊，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钻头，也可以轻松的把这个不锈钢给它打透。用这个方法呢，一口气就算你打多少孔也不会烧坏上面的钻头。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在钻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普通钻头我们给它换下来，因为这个已经烧坏了，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普通的钻头。你来看，先把钻头我们给它先拧牢固了以后，钻不锈钢的时候啊，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钻的？直接就把这个电钻给它开到最大的速度，是不是？因为这一步啊，你就操作错误了，因为这样呢，很容易就把钻头给烧坏。这个最大的转速呢，适合钻这种材质比较软的，比如啊木头啦，或者是其他的材质的东西，可以一下子把它给打透。但是呢，你来钻这个不锈钢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硬，你用最快的速度在打孔的时候，不锈钢和钻头中间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力，摩擦力越大，它的产生这个温度就越高，很容易啊就是会烧坏上面的钻头。所以我们在正确打孔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的，你看，应该这样，速度转一下，让它稍微停一下，转一下稍微停一下，这样呢就可以啊很快的把它打透。我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啊，一镜到底不剪辑，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就是这样的，给它就这样转一下，停一下。就这样看，用这个方法呢，打孔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看，这样转几下之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到最后啊，就可以转速提高了。我们看，你来看，这样呢，上面可以打了个很深的一个凹槽，是吧？再来打2下就可以把它给打透。你来看。立马打透了，是不是？而且呢，这个钻头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才发现，原来用一节铁丝就可以把这个不锈钢管给它切割断，也不管它是铁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金属管，也不管它有多厚，都可以把它给切割断。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切割这个管的时候呢，假如我们需要从这儿给它切割断的时候啊，我们先用一个电工胶带给它先粘一下，
先给它做个切割的位置。我们看，这样给它先缠2圈，缠牢固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才能开始切割。我们在这个位置再粘1圈，然后呢，中间稍微留出来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缝隙。我们看这个缝隙不要留太大了，留太大的话，切割的时候速度会非常的慢。我们呢给它留的非常的窄，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笔记本的电源。如果没有这种笔记本的电源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这样的12伏的电源也可以用。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源插头上面再需要接2条线就行了。这边呢分别接上2个夹子，有夹子的等会儿我们操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一些。我们看，把这2条线先接在这个电源插头外圈上面，然后这个内圈上面我们再来插1条线。这样接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下一步就是在这个铁丝上面呢，给它绑点棉花。这个棉花呢，可以从那棉签上面拆下来一个也可以。你看，给它绑上，绑上以后，接下来我们用个钳子给它折一下，把这棉花呢给它绑牢固了。最后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用点食用盐，然后呢，给里边倒点水。需要用到一个高浓度的盐水，把这个盐给它先搅和一下，让它完全融化。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切割这个管了。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夹子夹在金属管上面，然后黑色的夹子呢，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夹上，然后呢蘸点盐水，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来看，把这个棉签我们在这中间给它这样10克就行了。你看。反应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快速10克法，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铁管不锈钢管给它10克断。就这样呢，大概3-4分钟就可以把这管给它切割断。你看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哎，断了，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又好用没有切割机的时候用这种方法还是很不错的。像这些老旧音箱没有蓝牙功能，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实呢，只需要一个这样的蓝牙小板。插2天线就可以让老旧音箱变成是一个蓝牙音箱，而且呢，这个音质还非常好听，它是一个双声道立体声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然后咱们看一下音箱的后面都是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的，包括这个音箱也是一样，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然后呢，找一个就这样这个连接电脑的这个1分为2的这个音频线，然后呢把它线给它连上去，插线以后。然后这边呢就非常简单只需要呢把它插在这个小板上面就行了。这儿有个耳机插口，插上就行，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下一步呢就在这儿给它连上电就可以了，就是手机的充电线，安卓口的，看一下就这个口，给它充上电，这是给它提供供电的。OK， 看现在这个指示灯亮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蓝牙小板已经工作了。然后打开手机的蓝牙，搜索到这个小板，这个就是搜索到以后，然后直接就可以放音乐了。好，显示已连接，然后放个歌曲来听一下，声音已经有了听一下，这音质还是非常好听的在通电的情况下，尽量呢不要手摸这个小板，如果手摸它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这个小板给弄坏。这样听歌实在太方便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板放在外面不合适，感觉不美观，也不好用。如果假如像这个音箱经常去户外使用的情况下，带这个小板确实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板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给装到音箱里边的。首先呢，把这个后边这个给它打开，拆完以后呢，给它先放一边备用。然后呢，给这个小板焊几条线，这儿呢是电源线5伏，这儿是5伏的正极，中间这个音角，然后这个 JND 是5伏的负极，先来点焊锡，然后把这个红线作为是正极，焊在中间这5伏这儿，灰色的这条线负极，
焊在边上，然后呢再焊一下音频口，音频口这儿呢是3条线，还是一样，先来点焊锡，3个点都来点。L 和 R 是左右声道，先焊2条白色的线，然后这个 A、G、N、D 是音频的公共负极，焊一条灰色的线。焊好以后，就这5条线，然后呢，给蓝牙小板5伏的供电给它接上。在这个板子上怎么找5伏供电呢？首先呢，就是王表的黑表笔接在一个电容的负极上面，先找个滤波电容接在负极上面，然后这个红表笔分别来测量这些引脚，看哪个是5伏。在这儿呢，我已经找到了，就这边这个引脚就是5伏，咱们测量一下，看，现在电压是 4.95， 照旧5伏。现在呢，就把这个供电先给它接上去，然后呢，就再接另外的3条线音频输入。先看一下这板子上面这2条就是音频输入线，然后呢，在这边中间的这个就是它的公共地，然后这2个呢就是左右声道，把线给它焊上去。好，接好线以后呢，然后连上蓝牙，播放个音乐来听一下，没问题。到最后呢，把这个小板给它安装在音箱里面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给客户改装一个电风扇。他说他这个电风扇呢是开1档的时候，就是最慢档的时候，他说这个风速呢还是有点快，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让这个风速呢稍微慢一点，吹出来的风呢也比较柔和一点。但是他还有个要求，就是开最快档3档的时候，他想这个速度呢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让这个风速非常的大，转速非常快。我在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把这3个档可以给它改装成是6个档，分为慢3档和快3档，改好之后就可以达到它的要求。我们首先呢，先把电风扇拆开，然后改装所需要的元件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容。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容，其实像这样的电容也是可以使用的，它们2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使用。然后再需要一个这样的船型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船型开关，只需要一个电容也可以来降低电机的转速的。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组合在一起的改装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单独电容的一个改装方法。先在电风扇内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开关给它安装上去。首先先要开个孔，我的开孔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报废的电烙铁头给它探个孔就行了。这个开关我选择了一个2个档位3个引脚的，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在这个开关的1角和3角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找一下这个电扇上面这个电源线。其实这2条线都是一样的，我们剪1条线，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剪掉也行。2条都一样，实际上我们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把这2个线头我们都给它先拨出线头。这一条也是一样，拨出线头。拨好以后，我们分别把这2个线头给它焊在这个开关上面。这2个其实也不分正负极的，随便往上焊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焊在这个电容上面。另外这条电源线我们给它焊在开关的中间这个引脚上。就这样就改装好了啊，看一下非常简单是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啊，它是从这儿进去之后，当我们把这个开关调到慢档的时候，它是这2个引脚导通，然后它进去之后，然后到这儿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回到电机上面。经过电容以后啊，它就会降低它的电压，然后就会电机转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高档的时候，就是前面这2个引脚导通，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呢进去之后直接就出来了，它是和原先的速度是一样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用这开关的情况下，其实关个电容，只单独个电容也是可以来改变电机的速度的，不过它只能改变1个档位的速度。我们把这电容其实如果1档的情况下，我们把这条蓝色线从中间给它剪开，然后串上这个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个1档转的比较稍微更慢一点。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电容的容量越大，它降压降的就越少；电容容量越小，它降压降的越多。就是电容它的容量越小，电机的转速它就越慢。我选择的这一个是3.3位法的，现在我们把它装起来来测试一下。
好的，我在这儿呢写了个标签，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慢3档，然后这儿是快3档。我们先把这开关打到慢3档这儿来测试一下，先开个1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风扇大家有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转速的，大家可以听这个风声就能分辨出来它的速度了。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听一下这个风速。然后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把这个再开到快档上，然后测试一下，听一下这个风速有没有变化。明显是快了，是吧？快了许多。然后我们再调到慢档这儿，然后这些档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慢的。想要达到以前的速度呢，我们就把这儿调成是快档就行了。听一下这风速，非常大，是吧？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我打算下一步我申请个专利，来大批的生产这种电风扇。我们家里用的这些网络电盒还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可以支持手机无线投屏，无论手机上的照片、视频、歌曲都可以无线投屏在电视机上面来使用。第二个功能呢就更加强大了，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实用。现在给大家先分享一下手机无线投屏的这个功能。无线连接呢就是通过 WiFi 网络连接在电视盒上面，连接好以后就是无论手机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直接投在电视机上来观看。无论呢是孩子学习用，或者是自己娱乐玩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呢，就是先把这个电视盒打开，然后呢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先拿出手机的，在手机上呢最下面往上滑一下，在这儿找到这个投屏，手机上自带的投屏软件，就这个我这儿有个屏幕镜像，打开它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儿直接就可以扫描到这个局域网里边的，我的这个是我的天猫魔盒，因为我家这个网络电视盒呢就是天猫魔盒，所以搜到的就是它。然后呢点击把它连接上，现在呢正在连接。好，连接完以后电视机上就可以直接出来手机的画面了。咱们看已经出来了，是吧？出来的画面是不是都一模一样，是吧？然后呢就这样就可以播放音乐，然后视频包括学习东西都可以直接来播放了。首先咱们来打开个抖音来看一下，没问题是吧？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可以放点声音，没问题是吧？也是可以变成横屏全屏来使用的。首先换一个，老板，我要一份肥肠包大葱。然后咱们看个全屏的直接点完以后就可以全屏来播放。但苏菲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她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自卑。投屏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目前的很多网络电视盒都自带无线投屏的功能。如果你家的网络电视盒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给这个电视盒呢安装一个无线投屏的软件就可以了。手机如果没有无线投屏功能也没关系，也可以安装无线投屏的软件。安装好以后他们2个就可以实现无线投屏了。无线投屏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2种它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个这个是这种网络电视盒呢，其实呢在它的后面后面呢都有一个这样的 USB 插口，咱们仔细看一下，就这个插口。这个插口呢，它是可以给这个网络电视盒可以给它插 U 盘，给它升级来使用，或者呢可以插 U 盘来播放 U 盘上的视频或者歌曲或者照片来使用。不过这些不重要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手机的充电线给它插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它呢就可以给手机来充电了。充电的同时呢，然后咱们看一下然后呢它也可以用手机的有线，然后呢投屏在电视机上面，这样呢可以一边投屏一边给手机充电。然后呢假如家里的一些数码产品没有电了，或者是手机的充电头坏了没有的情况怎么办呢？可以把它插在这后面充电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大家呢以后肯定能用得到。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